有很多患有高血压的人经常会感觉头晕头痛，给生活以及工作带来很大影响。那平时除了吃降压药，可以试试常做一个小动作，对降血压有帮助。这个动作非常简单，随时随地都可以做。首先自然站立，全身放松，双手自然放在身体两侧，然后将双肩向上抬起，再自然落下，这样一抬一放，反复练习3到5分钟，速度不用太快。这个耸肩的动作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平稳血压，同时还能够缓解脑供血不足，对改善头晕头痛、颈椎疼痛等症都有很好的效果。对于有高血压的人，平时要控制好体重，多进行有氧运动，比如慢跑、打太极、游泳等。还有可以用玉米须泡水喝，玉米须药用价值很高，具有平肝利胆、利水消肿的功效，对降血压、血脂都有很不错的效果。就这2天朋友圈天天有人晒体重，这个瘦了2斤，那个瘦了5斤，看得我这个羡慕我就厚着脸皮偷偷的问了一下。那女朋友就跟我说，这天天拉筋练瑜伽，不仅瘦了，体型还变好了呢。我这一听就心动了呀，我就回家试了一下。这可倒好，还没等练呢，腿先抽筋了，老半天的动弹不了，这给我疼的呀。终于找到自己身材不好的原因了，就一个字，害的懒。其实我们平时就应该多拉筋。拉筋可以帮助我们舒展筋骨，对身体是真的有很多好处呢。那有哪些好处呢？可以延缓衰老，因为拉筋可以让筋骨变柔软，让身体保持年轻。还可以保持关节和骨骼的健康，像平时总关节疼的就可以多拉筋。最后拉筋能够提高免疫力。那你看拉筋这么多好处，你还不心动吗？赶紧练起来吧。好，这些问题都有可能是经络不通了。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？经络不通，走路中风。就像我们平时总盯着电脑、手机，久坐不动，吃凉的、吹空调等等，都可能会使经络堵塞哦。今天木子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小动作。站好了，眼睛看前面，挺胸，把双手伸出来，然后向后甩。甩的时候，双腿要弯曲一下下，再利用惯性甩回来，就这样甩来甩去，每次甩100下，每天甩2次就行。这样甩手能够帮助疏通经络，那经络通了，腰痛、腿痛也会缓解，甩身体更健康哦。怎么样，简单吧？你学会了没？一说到减肥，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不吃东西，可是很多人都是我有一颗减肥的心和一个吃货的胃，他俩天天在这儿 PK。不过掐指一算，哎呀妈，今天胃又赢了。其实很多人发胖都是经络不通。那今天木子就教大家一个可以通经络、燃脂肪的动作——跺脚。这个动作在原地就能做。把2个手放在身体两边，然后双腿弯曲，2脚抬起来，这样原地快速的跺起来。注意速度要快一些，有点像原地快跑，每次跺100下就行。那这个动作能疏通经络，改善身体新陈代谢，帮助身体排毒，能够让你慢慢的瘦下去哦。那减肥没有那么容易，每块肉都有它的脾气，所以要坚持住才行哦。如果你最近总是感觉头晕，对着电脑时间长了吧，脖子就梆硬，有时候跟触电了似的，可难受了。晚上睡觉也是睡不好，这可能是颈椎不好喽。如果你也有这种感觉，不妨跟我一起做一个动作吧。自然的站立，将我们的左手向上伸直，然后弯曲手臂，用手掌拍打肩膀，从肩膀一直拍打到额头，再原路返回，这样来回拍打5次。再换右手拍打。那这个动作能够促进颈部的血液循环，帮助打通颈椎堵塞。每天坚持练习，颈椎或许更健康哦。怎么样，做完了是不是感觉好点了呢？大家可以。哥，我发现个事儿啊。什么事儿啊？我发现你不吃苦瓜，我看每次吃饭的时候有苦瓜你就不吃。哎呀，那苦瓜太苦了呀，吃不了。
我上次去我朋友家，我朋友做的苦瓜炒蛋，那个苦瓜就一点都不苦。那是为啥呀？哎，其实啊，在苦瓜上呢有个苦源，找到啊，我们把它切掉，苦瓜呢就不苦了。我们把苦瓜呀切开，然后把瓜瓤挖掉，然后呢还会看到里边有一层白色的膜，只要呀把这层膜除掉就行了。如果你也觉得苦瓜苦，做菜的时候也试试吧，希望能够帮助到你哦。年轻的时候呀，我们都是想怎么跑就怎么跑，想怎么走就怎么走。可是到老了呢，有些人就总喊：“哎呀，膝盖疼。”知道自己膝盖老化了，想要养呢，有的人说：“那我就静养吧。”而有的人说：“不行，我得运动。”其实啊，不运动和运动过度呢，都会使膝盖受损的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今天木子啊就教大家一个可以养护膝盖的小动作。可以呢找一个自己家里的墙，站在墙旁边，两脚打开，然后背靠墙下蹲，膝盖呢最好不要超过脚尖，这样坚持不住，起来休息就行。每天可以做3到5次。那这个动作呀，可以增强大腿的肌肉力量，延缓膝盖衰老的速度。除了每天做这个动作外呢，大家还要多注意补钙，多吃一些含钙高的食物，比如牛奶、豆制品啊，还有要控制好体重才行哦。那这个小动作不知道你学会了？生活中我们经常坐着不动地儿，弯腰时间太长，或者是搬重物，这些啊都可能给腰造成损伤。那腰不好的朋友，除了要避免这些不良姿势，还可以常做下面这个拉筋动作。这个拉筋动作呢非常简单，就是站立弯腰，左右摇摆。首先呀，保持站立的姿势1分钟，然后下半身不动，上半身尽量的向左或者是向右弯曲，每个方向坚持10秒，还可以向前后弯腰，每次练习5到10分钟，也可以适当的增加时间。这样弯腰呢，可以锻炼腰部和腿部的肌肉，疏通经络，促进血液循环，能让腰腿更加强壮，同时还有瘦腰的作用哦。大家做的时候啊，要量力而行，循序渐进的练习，不能够操之过急，要不然会有反效果的。免疫力是我们人体最好的保护伞，免疫力强，身体也会少生病。但生活中很多人免疫力低，那该怎么办呢？除了多运动，还可以常吃3种食物哦。第一种，富含叶酸的食物。生活中我们吃的，比如菠菜、胡萝卜、小白菜等，都含有丰富的叶酸。叶酸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，那经常吃能帮助激活免疫力，对健康有帮助。第二种，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。很多新鲜的蔬菜水果中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。比如西兰花、橙子、苹果、草莓等等，那多吃这类食物也能够帮助稳固免疫力。第三种，富含蛋白质的食物。多吃含蛋白质的食物，对提高免疫力、改善体弱多病体质是有帮助的。像我们经常吃的豆类或者是肉类，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，大家可以多吃一些。话说，免疫力是人体最好的医生，如果免疫力低，身体就容易生病。所以呀，保护好人体免疫力很重要。但我们生活中呢，有一些习惯在无形中却破坏了免疫力。那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有哪些。第一个，不喜欢喝水。我们身体里一大部分都是水，如果水分占比低的话，那么免疫力也会降低，所以不喜欢喝水容易降低免疫力。第二个，缺乏运动。运动能增强免疫力，大家都知道，但如果长时间缺乏运动，身体呢也会生锈，抵抗力也会下降。第三个，睡眠不足。睡眠是身体免疫力的最佳修复时间，如果睡眠不足，错过修复时间，就可能会使免疫力下降。那免疫力低怎么办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方法，就是做踮脚的动作。自然站立，两脚分开，抬起脚后跟，然后再落下，这样每天做10分钟。这样踮脚能够促进下肢的血液回流，加快血液循环，有增强体质、提高免疫力的。大家都知道，前列腺问题呢，一直都是男人的难言之隐。尤其男人过了40岁，如果不注意保养的话，前列腺呢就很容易出问题。特别是那些久坐不动的人。其实呢，想要前列腺健康，坐姿也是很重要的。那什么样的坐姿比较健康呢？建议男性朋友坐的时候，最好呢把重心放在左右臀部，这样左右来回的坐。如果能长期坚持这样做的话，
可以避免前列腺受到压迫，对前列腺健康是有帮助的。那最后建议大家不要长期久坐不动，适当的活动，平时工作的时候呢多喝些水，这些都对前列腺健康有帮助哦。得啦，今天就叭叭到这儿吧，大家有什么想要知道的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下期见吧，拜拜。